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京都是一座有时光累积的城市，每个路过的旅人都想伸手抓住这里的古韵，像是无形的手信，留下旅行的证明。无奈古朴恬静如悠长的流水，抓不住的典雅流泻在原地，是京都带不走的诗意，也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感受。分享京都4个藏在古迹身旁的餐饮体验，虽然带不走古迹的恬淡风味，却能透过味觉加深记忆，为旅行增添一页精彩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参观世间知名古迹，再来一场视觉与味觉交织的盛宴吧。下鸭神社是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，创建于神武天皇时代。平安京建都之前就已经存在，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。茂密树林的鸠之森，自古以来就是神圣之地，被认为是神明降临的地方。清澈的泉水可以净化身心。建于1628年的楼门，高10公尺，朱红色的外形是日本重要文化财，也是下鸭神社的象征。主殿保持了古老的流照风格，展现简约而优雅的美感。主祭神是加茂见角和御医机密，是京都的守护神。在这里经常看见新人在拍摄婚纱照，因为这里有一棵长在一起的夫妻树，象征良缘与夫妻和谐。红色小桥，石阶地板，这里是御手洗川的写照。这里的水占卜很有名，把空白的签放在水里，签诗就会自己出现。这里的悠久历史留下很多祭典和仪式，像是每年5月15日的葵祭，还有每年7月在御手洗川净化身心的七夕节。
森林、小溪、古迹，与神明约定的幸福之境，是一首风雅的诗集。在南侧入口红色鸟居的旁边，有间砖墙紧实包围的古迹，这里是旧三井家下压别邸。走过白沙步道，会到入口玄关，这里是新建的结构，不属于建筑原始的一部分。这间宅邸建于1925年，主屋是从三井家族木屋町别墅搬迁过来的1880年建筑。朝南面向花园的开放结构，与美景融合为一体，还可以坐在原侧喝茶，感受大正时代的古典与浪漫。青苔爬满了庭园，葫芦形状的池塘，还有条来自泉川的小瀑布。涓涓水流配着淡淡和风的甜点，是品尝古迹的最佳体验。还可以走到庭园另一侧，换个视角欣赏由古迹、水池和植栽石块构建的风景画。一旁的茶室是江户时代的建筑，是三井家还没购买这块土地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迹。参拜完下鸭神社后，在旧三井家别邸喝一杯茶，把神社里的风雅幻化成古典的滋味，深深地刻进京都的回忆里。旁边的鸭川三角洲是鸭川和高野川的交汇点，不论是在这里跳跳乌龟石，或是在岸边发呆，片刻的悠闲是游览京都不可或缺的仪式。上贺茂神社与下鸭神社并称三成国一之宫，同为贺茂社共同守护京都，已有2600年的历史了。可以和神马互动，
没有古老神社的严肃气氛，像是朋友间亲切的问候。细殿前的沙丘象征神山，尖端有松针。有个传闻说，这吨白沙是日本庭园枯山水的起源。气势恢宏的朱红楼门，建于1628年，是国家重要文化财。而里面的本殿是国宝，平安时代流传下来的流照样式，是神社建筑中的经典造型。上贺茂神社即是贺茂别雷大神，他是御医七命之子。这里的信仰和水源有关，而油之小川就是故事的起点。看似平静的溪水，其实水流很强。夏天甚至有人会脱下鞋子，感受这里的沁凉。从外到内洗净身心，感受纯净与放松。上贺茂神社在每个月的第4个周日有手作市集，除了神圣的信仰，也可以在这里感受京都的职人文化哦。说到职人文化，那一定要试试附近的百年餐厅东洋亭。这里是京都第一家贩售洋食的餐厅。位在地铁北山站旁边，参观上贺茂神社的回程路上，可以在这里吃个晚餐。向路人招手的美食模型，悠闲的户外雅座，还有复古的装饰，每一处细节都在宣扬洋食创始店的地位。1897年开业的餐厅，外观是怀旧的西洋风格，内部透出的昏黄灯光是家庭餐厅的温馨写照。虽然菜单上有很多选择，但如果是第一次来，可以直接点这里的招牌汉堡排套餐。前菜是一整颗番茄，搭配下方的鲔鱼乳酪酱汁，酸中带甜的口感在嘴里化开，起到开胃的作用。主菜的汉堡排包在锡箔纸里，盛在烤热的铁盘上，撕开锡箔纸的仪式感，为的就是扑鼻而来的香味。扎实的肉排淋上浓厚的酱汁，
搭配面包及马铃薯，咀嚼几口会由咸鲜渐渐变成甘甜。甜点是布丁，创业初期的镇店之宝，以京都北山的牛乳为基底，制作出口感浓郁的绵密布丁。洋式的餐点与古老的信仰，虽然有形象上的落差，却在各自的领域专注极致，成为流传的经典。位在京都市中心的京都御苑，是高品质而且免费参观的古迹，范围很大，有好几个区域，适合花上一整天慢慢的感受皇家的品味。京都御所是西元794年迁都开始，一直到明治维新前的历代天皇居所，里面竟是最高规格的皇室建筑。走过御车间，会先到朱大夫之间，这里是朝臣或将军的使者面见天皇时的等候室，依据身份的不同而使用对应的房间。围廊环绕的白沙亭，是京都御所中最高规格的紫宸殿所在。明治、大正、昭和天皇都在这里举行即位大典。小御所是天皇与诸侯开会的地方。1868年著名的小御所会议决定了将军与武家的历史走向。小御所前的御池亭是以大池塘为中心的回游式庭园，巨桥、周滨与精心修剪的植栽构成平衡细腻的风景。御场御殿是天皇就寝和放置神器的建筑，前方精致的御内庭流淌风雅的品味，土桥、石灯笼与错落有致的亭石，带有精致和谐的美感。在京都御所，可以看到日本自古以来宫殿建筑的历史和文化，是一段知性与美学交织的旅程，也是日本文化的巅峰所在。京都御苑往南走约10分钟，有一家超过550年历史的荞麦面店本家尾张屋。大排长龙是这家老店的常态，
每天只有中午营业，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供最讲究的美味。穿过木质的棚顶大门，像是走进时光隧道，倒转了100年的时光，专注100年的美味。小小的庭园，古朴的氛围，温暖的木质装潢，在这里用餐，不只是一碗荞麦面那么简单，好像还看到了坚持100年的文化。天妇罗和荞麦面是分开装盘的，既保留了汤的清甜，也维持了炸物的酥脆口感。热荞麦面的汤头是我的最爱，山椒的刺激留在喉咙，接着是舌尖的回甘，丰富的层次一如京都的古韵，绵长又回味无穷。这家老店在口味上十分讲究，经营上也不断创新，店内或网上都买得到调理包，可以把100年的美味带回家。本家尾张屋从江户时代开始，就为禅寺和皇家提供荞麦面。如果说京都御所是日本文化的最高品味，那本家尾张屋就是荞麦面的最美滋味。银阁寺位在哲学之道的起点，是东山文化的发源地，茶道、插花、诗歌都在这里发展，是讲究于品味的同义词。银阁寺的本名是东山慈照寺，和金阁寺同属于相国寺的分寺。一进门口，就会看到银阁寺本人，也就是观音殿。这里本来想仿照金阁寺，在建筑外贴满银箔，但最后没能实现。银阁寺和金阁寺及西本愿寺的飞云阁并列为京都3大名阁，可见这间古迹的欣赏价值及建筑地位有多高了。银沙滩枯山水庭园是侘寂禅圈美学的典范，一步一景的感受，从缺憾顿悟完美。
鲜绿色的台亭像是一片柔软的地毯，让这座历史古迹充满生命与活力。境内的高点可以远眺京都的市景，秋叶点缀其中，却能看见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银阁寺是个需要从精神层面来感受的地方，接受了生活中的不完美，就能见识到完美的生活。同样位在哲学之道起点的 Noa Noa， 是一家开业超过50年的意式餐厅。藤蔓爬满墙面的洋楼，是京都有形文化财。橘红与橙黄交织的画面，是缤纷多彩的秋意。躲在藤蔓后面的格子玻璃窗和木门，像是化身为童话故事里的梦幻小屋。木质的屋梁结构，坚实地扛起小屋里的温暖。讲究的餐具和摆饰，让空间充满温馨与趣味。西堡酱汁的意大利面，每一口都吃得到新鲜与浓郁。面向东山的大面玻璃，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着风景画，是秋日里最极致的享受。出世在梦幻的建筑外观，却臣服于各种细节的讲究，与银阁寺一脉相承的细腻。Noa Noa 的一顿午餐，就是东山文化的欧风表现。如果把京都旅游当作拼图，很多人最大的碎片应该都包含了参观古迹。不过，
只有精神食粮的旅程还不算完整，增添记忆的味觉，才能让身体更加感受古都的风味，填补拼图的缺角。你喜欢拼图吗？除了古迹与餐饮，还有哪些体验是京都旅游中不可或缺的拼图呢？如果你也喜欢参观日本的古迹并寻找美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用味觉为古都写下鲜活立体的回忆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